原吉是不是真正天妇罗之神，超过那个老年人了？本视频主要直接介绍东西真正味道怎么样，不吹有的没的。看完视频核心作用是得出结论，到底值不值得去吃。看完我视频，你们自己心里肯定有答案。我不太喜欢看没观点的视频。这个葡萄是我目前吃过世界最顶级的葡萄，比上海几千块一串的好吃多了。上海以前高岛屋下面水果特别顶，特别贵。以前上海第一寿司指挥台湾主厨阿龙告诉我的，疫情后不知道没去过了。我觉得他说的没错，我买过几年，下面砍价空间特别大，骗人的也多，自己鉴别，自己去买。回到原吉，上海第一最难约的餐厅，中国第一最难约的天吉是他徒弟。我记得刚开始天吉只要800多，我没去，因为他开的位置在徐汇。那个年代基本吃日料不可能吃长宁以外的，看都不看，就错过机会了。不然刚开始去很简单，价格也很实惠，后面想去去不上。也没多想去，不然也去得上。现在这人也消失了，不知道水平咋样。我问了原吉，他说是他徒弟，但跟他无关，感觉应该没他厉害。这个我也是第一次来，预约难度低，他好像老班店，开店好像不太顺利。塔贝洛克前100肯定是闭着眼睛拿，我一进店一闻就知道它挺干净的。前期视频那个欧玛卡塞海味，一进去就一股腥味，我都不想待。厨师对环境讲不讲究，对做菜水平影响很大的。店可以破没装修，但不能臭。也有小概率事件，南京那个老卤面店臭的不行，面很好吃也干净，凡事都不是100%。这个应该是虱鱼，不是鲷鱼吧？也忘记问台湾助手了。奶油口感强，但鱼有点黏，有一点腥味拉了。我没搞懂天妇罗店为什么总做刺身。我整个视频懒得聊太多了，就聊一点，后面都是看他表演，说下味道。我第一次看他调个面粉都那么复杂的，上海只有他1/4的时间在调面粉。这2个人是台湾帮手。这个店有个缺点，都是游客没本地人，厨师也不都是日本的，一般这种都要踩雷。8个人，4个中国人，2个白人，还有2个没搞清哪里的亚裔。价格肯定是有溢价的，所以没本地人。他地方又换来换去，这点勉强能理解。这是我们今天要用的食材，那从海鲜类开始，2种虾子用不同的炸法。虾头我们做虾鲜贝，然后再是新一发小的沫子，还有 Kiss 起来自东京湾。然后第3盒的话，我们有春鱼沙瓦拉，还有哈姆南洋鳝。然后这一盆的小贝柱跟虾子是最后使用炸虾饼用的，所以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有海胆跟血体。那野餐的部分，第1盒我们有银杏，来自澳洲的芦笋，小玉，比玉还没未成熟的时候，然后就是香茸，来自中国的松茸，还有绿色的茄子。跟南瓜，这南瓜比较特别，它一株只会长1颗，所以营养都在它身上非常厉害。在这边第3盒我们有番薯跟莲藕、花生。首先我先跟评论区最菜的说个概念，这样的天妇罗跟炸串的最大区别就是成本。首先它这些食材生的你在菜场买不到，生的价格也很高。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就把冰冻鸡、冰冻肉解冻，也开个菜场摊位，卖新鲜货的价格，这就是财富密码。其次，国内大部分炸串店也不用新鲜菜场的货，用的都是半成品或者科技。我随便盘点一下吧：淀粉肠、鸡排、臭豆腐、苕皮、带肠的鱿鱼丸、虾丸、牛肉丸、里脊肉、
各种都是科技狠活半成品。各种机架、掌中宝、机针都是动货，所以别来比，成本不一样。我实在不想直接拿一个炸串店的菜单直接告诉你们什么是半成品科技狠活。我说这个话肯定被喷，还不说油换不换，店家店铺晚上关门收不收拾。我之前去沈阳一个爆火的炸串店，沈阳炸串出名都知道，我开门前去的。老板跟我一起开的门，直接刷酱的盘子没盖着，过夜你们都懂老鼠蟑螂。我不是说便宜的不能吃，我也做很多便宜的美食，别来比，成本不一样，多动脑。我特别讨厌评论区有些人酸，确实很多贵的都是骗人的，但也有真实值的。我就说个最简单大家容易理解的，松茸很贵的，应季这个品相最便宜也要400块一斤，还不谈国外运输成本。我真觉得有些做的真的高端料理店应该直接每天把每一个菜的报价都报一遍，真的是多少钱。预制菜半成品不是不能吃，我也吃肯德基，就评论区别老来酸别人，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一样。杏子有一点苦味，烧鸟那个没有，而且油怎么有点鱼腥味。当时到这里，我背后一阵凉，感觉7万日元要打水漂，不过还好最后没翻。虾头、虾鲜贝，建议沾一点醋菊跟盐巴就可以了。完全不赞，可不可以？虾头这个价位专业度该有的水平，听他说是黑虎虾，这个价位上黑虎虾吗？味道还可以，带点虾味，挺香，没腥味。提示下建议沾点盐巴。就跟上海那家差不多一样的味道，没腥味，带点鲜甜，不惊艳。就这个价位的天妇罗，我就不讲油不油腻了吧，不油腻是最基本的。我是 tempura sauce。就这虾有啥区别？This one tempura sauce。他的意思要多蘸点汁，但我不想多蘸了。这个虾的炸法稍微好吃点，有点特色，肉质稍微紧致点，但也不惊艳。
来自澳洲的芦笋，第一口建议吃原味，接下来建议加一点盐巴就可以了。好。芦笋汁水丰富，正常发挥。好不好吃？这个洗鱼比上海的大，味道差不多，没腥味，就洗鱼，没经验的味道。大一点是吧？对。松茸不错，新鲜，在云南也是高水准，但没经验的味道。它这个运输保鲜水平可以的，外地能吃到那么新鲜的松茸挺难的。这是小乌贼，建议沾一点盐巴。这个应该是鱿鱼吧，很厚实，口感奶，还可以。小乌贼的脚，建议搭配酱油一起用。建议搭配酱油一起用。小章鱼还可以，比新荣记旺潮好。新荣记我点了几次都行。
小吴觉得会。然后我们上面有用这个我忘了是啥鱼干酱，不是安康鱼干，忘了，反正一般也不算行。没刚才好吃。就是香浓，我们建议吃原味就好了。Baby taro with tomato sauce。这就是啥菜？好吃吗？芋头一般，也没啥夸张的蔬菜味道。欧洲牛的蔬菜吃多了，不会觉得这些惊奇。Here we have the seaweed tempura with the 三文鱼子可以，不咸很奶，没腥味，比之前几个视频的好太多，但是不惊艳。南瓜，并请在你的吧唧享用，谢谢。好吃。南瓜吃着像红薯，还可以正常发挥。茄子就正常嫩的，但是跟我在法国吃过那个茄子比，差的不是一个维度，无法超越。是春鱼，直接吃就可以了。这个什么鱼不知道，有点腥味，不太好吃。
这个是什么忘了？这道是我们的哈姆天妇罗，然后蛋的天妇罗，搭配的是松软的一个碗。鱼和松茸还可以，汤不好喝，整体不惊艳。炸紫苏海胆，它非常容易脆，所以请拿热水。直接一口吃吗？镇店之宝海胆没腥味，正常发挥还可以，不惊艳。今天给我吃的蔬菜没一个惊艳的，都是这个价位天妇罗正常发挥。鳗鱼选大小，肯定要一只。选择一半，或是比一半更少都可以。就是尽量。我要一只，我们都要一只。没问题。鳗鱼很奶很好吃，但是深处还是有一点点土腥味，只有一点点。这个比我吃过上海的要奶一点，但是上海能做到极致没土腥味的。奶的。我不觉得，我只觉得有点腥。红薯还可以，正常发挥。送的小咸菜很惊艳，是我吃过咸菜里算最高水平的，水分足，脆弹厚，不咸。お願いします。
可以选大小，肯定选最大份。虾不够甜，没腥味，还可以，就普通水平。茶就普通的茶，味增汤不错的，比普通的好一点。全部吃完了。这个葡萄太惊艳，水分足，冰镇甜，超大个，无法形容，最顶级的葡萄。我都不确定它有没有皮，我觉得这个葡萄至少500块一斤吧。评分等级6 4颗星，高级的食材，专业的技术。你看吃的都是假的。我总感觉它有5颗星的水平，以后吃一圈别的天妇罗来看看。这个松茸饭团是伴手礼带走的，很好吃，感觉发挥很稳定，钱多的可以试试，找经验的还是看看别的。